2024年4月26日，山西运城发生了一起车祸事故，一辆华为问界 M7 电动车与一辆洒水车相撞并起火，导致3人死亡。据遇难者家属表示，事故发生时车辆的自动紧急刹车系统未启动，车体 A 柱变形，安全气囊未弹出，车门无法打开，导致2人在车内被活活烧死。此外，家属上传的维权视频和图片被删除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令人困惑的是，为什么要删除遇难者家属的帖子？如果没有什么隐瞒的理由，为什么要阻止他们表达维权的声音？就在事故发生初时，网络上便开始流传一些这起事故的视频。只见一辆红色的问界 M7 车头严重损毁，正在熊熊燃烧，浓烟滚滚。而车外，路人正在努力试图打开车门施救，然而无论前门后门都被牢牢地锁死了。这起事故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悲剧，然而这只是开端，随后在网上引发了一场万千狂澜直冲云霄的狂风骤雨。事发当天，死者家属在视频平台发生维权，指控这起车祸中牵涉多项失灵疑云。她痛陈，车主弟弟当时载着她丈夫和2岁孩子在高速行车，明明配备有 AEB 自动紧急刹车、GAEB 异形障碍物刹车等安全功能，为何面对前方洒水车却没能及时制动？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追撞发生后，这辆才上路3个月的崭新座驾镜发生爆燃，将亲人生生烧死，而号称先进的安全气囊体系也未能尽其应有的保护职责。家属愤恨地质疑，华为口口声声所谓的智能驾驶到底有多么智能？自己的亲人恐怕才是被他最终智能掉的那几个。这番质疑无疑无数中了某些人的痛处。很快，马女士的视频和帖子结果全部遭到了某些，网上一片哑然。就在事故发生2-3个小时后，该汽车厂商的客服人员给家属打来了电话，但不是询问事故情况来帮助救援，而是询问售后体验怎么样，简直就是在侮辱死者的人格。马女士发了愤怒的控诉，结果视频却被删除了，销售商反而在这节骨眼上来打卡询问售后体验。你说这是什么操作？作为一个失去亲人的妻子和母亲，她应该有权利了解真相。作为一个消费者，她也有权利对购买的产品进行投诉和投诉。但是她的声音却被人为资本掐断，这就是对消费者的敬重吗？这无疑引发了众多网友的愤怒和疑问。从他们的质疑中可以看出，这款被宣称为遥遥领先的电动车可能存在起火的风险。有网友提出质疑，为什么在碰撞后隐藏式车门没有弹开？为什么车门完全锁死，连后车门也打不开？这不应该是为了碰撞安全而设计的吗？还有路人即使撞坏了车窗，也无法将抢救出来。这也引起了网友的质疑，该车为什么会连普通的解锁功能也没有？有网友愤怒地批评道，出了这种事，人难道只能在车里等着被活活烧死？连最基本的安全设计都无法保证，这样的电动车真的配得上被称为新质生产力吗？最让人困惑的可能是，这款车竟然在号称具有多项高能量安全功能的宣传中，却出现了这些功能失效的情况。马女士质疑到，所谓的 AEB 自动刹车系统呢？货车异物识别系统呢？标榜的高性能电池呢？为什么这些功能在关键时刻全都失灵了？从网络上的评论来看，这表明即使一些汽车公司所宣传的功能也难以经受实际考验，更不用说其他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了。车企的解释陷入了狡辩时候，面对这么大的舆论压力，这套电动车的厂家不得不做出回应。他们的解释大致是，根据监管平台数据，该车出事时车速为115公里每小时，安全气囊打开正常，动力电池也没有异常。
总之就是狡辩说自己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并承诺要拥护警方调查。从上面的情况来看，这一切看似是狡辩和推卸责任。毕竟已经有大量的视频和目击者的描述，几乎表明了事故车辆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。例如，车门虽然打开了，但完全没有起到任何保护作用，车门被牢牢锁死，不清楚具体原因。宣传中的各种智能安全功能在关键时刻全部失效，更不用说电池爆炸引发的火灾。因此，单凭车企的这些解释，很难相信他们真心在探讨自己产品安全设计的问题。事故中如此多的异常情况值得深入调查，但厂家的回应却显得轻描淡写，这不免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在故意隐瞒真相。根据一些自媒体的推测，这款电动车可能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。有人猜测，可能因为这款车是国内科技企业和车企联手打造的所谓爱国品牌，官方可能会故意淡化甚至忽略其存在的安全缺陷。毕竟，如果真相被彻底曝光，岂不是有损这款电动车的国潮形象？到时候还怎么号召人们为国争光，大力购买呢？别忘了，国内这款车却号称带有遥遥领先的尖端科技，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排头兵和国家队产品。如果缺陷曝光，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恐怕遭到了国民的质疑。因此，官方对这一起事件可能存在隐蔽的嫌疑，至于动机，很可能就是为了维护所谓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品牌的良好形象。这一猜测似乎并非空穴来风。在事发后，事故的几天，热搜标签就曾被网络主管当局强行撤下，各路转发者也受到了严重打压。马女士的控诉视频更是一出场就被迅速删除。这些行为无疑暴露了某些人的险恶用心。面对如此严重的安全事故，他们本应深入调查原因，而不是在第一时间就封锁消息，阻止公众讨论和质疑。这难道不是在掩盖真相吗？此举引发了大家对爱国品牌的质疑。我们从官方一再掩盖装饰事故真相的做法中，自然可以看出某些人对于维护所谓民族品牌的重视程度了。然而，这种片面的爱国理念恐怕并无法获得大多数消费者的认可。毕竟，作为一款要走向国际市场的汽车产品，安全性才是探求的要求。如果连车门都无法实现基本的解锁功能，在事故中电池爆炸，乘客被活活烧死，那还有什么资格在世界舞台上喊遥遥领先呢？现在网上已经有很多网友开始对这个所谓的爱国品牌提出质疑。他们认为，如果一家企业的产品出现如此严重的安全隐患，却不悔改、止步不前，反而还要维护所谓的国家形象而掩盖真相，那就根本配不上爱国两个字了。一些理性的网友更是直言，真正的爱国应该是让国产品牌走向世界，表现出中国产品优良的品质，而不是固步自封、藏污纳垢，最终把民族品牌的脸面都丢尽了。从这件事，我们不仅看到了某些企业对于所谓民族品牌形象的重视，更透视现象，看到了他们爱国背后的真实动机，可能只是为了赚钱而已。大家都知道，任何一家企业都需要盈利。然而，如果过度追求利润，而漠视消费者权益和生命安全，这显然与正当的商业实践背道而驰。以这起令人痛心的电动车追尾事故为例，官方不仅对事故中的死者视而不见，甚至对公众的质疑置若罔闻，居然在事故发生仅2个小时后就打电话询问售后体验。这让人不得不怀疑，某些企业是否只是用爱国这2个字作为遮羞布，以掩盖其狭隘的利润动机。在他们眼里，消费者权益和产品质量可能都无关紧要，真正的目标或许只是将产品卖个好价钱，从中赚取最大利润。